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最近这几年，美国总统拜登经常是语出惊人。之前提过，中国如果侵略台湾的话，美军将出兵。后来又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而就在昨天，他又有惊人之语，他说在经济上面中国遇到了麻烦，而且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定时炸弹。然后他还补充了一句说，当坏人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坏事儿。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当它的经济遇到问题，就很有可能会转变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就像当年的德国，因为经济的问题，最后导致这个国家由希特勒掌权，最后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当年大日本帝国也是同样的情况，而今天的中国眼看着就要步他们的后尘了。所以我觉得美国总统拜登的这段话是讲到点儿上了。我相信他也掌握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的数据，一些内部机密信息，我们不得而知到底中国经济有多差，问题有多严重。但是按照他说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定时炸弹了。虽然秘密的信息我们不掌握，但是公开的信息我们还是能够分析出来的。就在这周五8月11号，中国央行的数据公布了，在7月份，中国各银行的新增贷款数量为3459亿美元。这个数字一公布，震惊了整个金融圈，因为这个数字因为7月份的数据居然比6月份断崖式减少了89%，这个贷款数量远远低于经济学家和分析师的预测。彭博社上周对经济学家的一个调查得出的预测数字是7800亿，但是现实公布的数据还不到这个预测的一半。除了新增贷款暴跌以外，还有就是7月份的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也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超过一半，并且远远低于6月份。这两个数据都已经创下近14年的新低，这跟之前公布的中国的 CPI 的这个进入通缩的数据是保持一致的方向。可是问题是，中国在7月份的 M2 就是广义货币的供应量同比增幅为 10%， 上个月是 11%， 也就是说中国货币的发行量的增长规模还是很大的。它不停的疯狂印钱，结果导致社会融资、新增贷款、CPI 全部暴跌。咋回事啊？你这印钱白印了，这钱都哪儿去了呢？说明这些钱都没有进到人民的口袋里，说明这些钱很多都是浪费掉的。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浪费啊，可能增加了一些就业，因为搞一些基建吧，但是这些经济活动都没有效益啊。我之前讲过，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就是刺激消费。怎么刺激消费呢？就改变整个的经济结构跟政治体制，减少政府的干预，让社会创造出财富来，然后这个财富又不被政府给割韭菜割走，人民真正拥有这些财富之后，就可以促进消费了，把中国转变成为一个消费市场。再加上你不再是专制独裁国家之后，你在国际舞台上也会有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不会被围堵制裁卡脖子。那么你也可以继续的引进西方的技术，引进西方的资本，自然你也可以提升你想提升的这个制造业，实现你想要的产业升级。我刚才描绘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它要求的是你全面的改革，政治经济的全面改革，但是中国是做不到的。中国很明显，今天的当权者是不愿意失去他的权利的，那就意味着他会坚持到底，坚持把这个恶性循环给循环下去，实现一种所谓的内循环，所谓的国内大市场。但这都是马屁精给独裁者的馊主意，实际上是在给现在中国经济下行找一个借口。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日益严峻，以及全球供应链从中国转移，未来我们再看到的所有经济数据都不会好看，只会越来越差。那么在此情况下，他一定会继续的加强对信息的封锁，对内部的洗脑，对外部的敌视。但是对共产党来说，很可惜，民族复兴只是一场无法醒来的中国梦，他们现在手上的牌越来越少。就在前几天，拜登总统刚刚签署了行政命令，加强限制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那《华尔街日报》的最新那篇报道就分析说，中国对美国的报复措施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手上没有牌，面对拜登的围堵，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展开报复，因为你做任何的报复行为都是会加剧中国跟美国的脱钩，反而是让美国的鹰派得逞了。那么你还可以说，中国政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搞大外宣呢，搞统战呢。但是没有看到现在统战大外宣也节节败退吗？那些配合中国政府的所谓海外侨领，一个接一个的
被起诉、被监视，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的这些渗透组织也在一个接一个的被取缔。现在中共的大外宣几乎已经沦为了他们自娱自乐、宣传干部们向中央政府骗钱骗经费的项目了。比如说，最近在《环球时报》就有一个所谓的意大利欧盟外交政策分析师发表了一篇文章配合中国政府的宣传。结果意大利的媒体去调查，说意大利根本就没这个人。这位分析师的名字叫洛菲帕特，但是没人知道他是哪来的。在这篇英文的《环球时报》当中，洛菲帕特批评了意大利总理，说拥抱美国、拥抱北约会牺牲意大利的利益，应该审慎对待跟中国的关系，还奉劝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问中国，暗示他到中国会喜欢上中国，然后就不会退出一带一路了。自从2年前中国日报等这些官方媒体引用了一个叫做威尔逊·爱德华兹的瑞士生物学家以来，中国的官方媒体就开始喜欢上这个把戏了，就是自己发明出一些受采访的对象或者是撰稿人，其实背后的写手就是在这个媒体供职的粉红编辑，但是他不能够自己署名啊，他要用一个外国的名字，要用一个瑞士人、意大利人用这种方式来增强这个文章的可信度。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可怜到什么程度了，就是连一个外国人愿意替他们写文章的这种人都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不管是这个生物学家还是一个分析师，愿意替中国政府充当这个大外宣的工作。没人愿意写这个文章，去违背自己的良心，去搞得自己臭名昭著，只为了那点稿费，所以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自己编了。所以他们编上瘾了，编完威尔逊·爱德华兹之后，现在又编出了一个什么洛菲帕特，编着编着他们可能自己都相信了，真的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为他们这些大外宣媒体撰稿。堂堂的中国官方媒体就这么变成了全世界的笑话。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很丢脸，都会觉得看上这样的一个政府真的是倒了8辈子的霉。但是没办法，现在我们就面对这样的一个又无耻又不要脸的政府，你们编一个假名字骗一骗墙内的粉红也就罢了，却非要写什么英文文章，在英文的《环球时报》上发表，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笑话。他们整天骂别人辱华，但是他们自己的倒行逆施的做法才是真正的不断的增添辱华的笑料。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